苏家女子及笄之日，既要用铜钱封住七窍，在祖坟边睡上一夜，这是为求老祖宗显灵，指明朝夕归宿。当年我姐姐苏瑶便是凭此被许配给富可敌国的钱百万。轮到我苏浅时，7枚铜钱刚压上眼皮，就听见祖坟里传来苍老的声音：魂六断地成载，啥也别干，躺着就能赢。次日清晨，铜钱整整齐齐躺在我手心，宫里选秀的旨意也恰好送到苏家大门口。进宫第一天我就想通了，既然卦象都这么说，何必费尽心机争宠？后宫里珠圆玉润、才华横溢的妃嫔数不胜数，个个如开屏孔雀般夺目。我这点姿色才艺，顶多是只刚睡醒的芦花鸡。争赢了，要面对心思深沉的君王和一众劲敌；争输了，无非是青灯古佛了此残生，怎么算都不划算。这卦象，便是我摆烂人生的最高纲领。从此，我便在皇宫里开启了吃吃睡睡的咸鱼生涯。新秀女婿卯时起身学规矩，我谎称水土不服，夜里盗汗，日日睡到日上三竿。教养嬷嬷虽面色铁青，但见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小才人，住的地方挨着冷宫，偏僻荒凉，也懒得多与我计较。有贵人组织诗会，送请柬来，我便回信，直言自己才疏学浅，当众吟诗必紧张口吃，恐丢主办人颜面。几次下来，再没人来烦我。去给皇后请安，我次次称病。皇后身边长侍宫女前来探望，我就用姜片擦红眼眶，装出病入膏肓的模样，总能把人唬回去。皇上偶尔翻到我那积灰的绿头牌，进士房太监还没走到我院门口，就能听见我惊天动地的喷嚏和咳嗽声。苏才人病势沉重，恐有碍龙体安康。传旨太监心生不忍，回去复命时总会添上这么一句。后宫妃嫔们为了恩宠和家族前程，斗得你死我活，暗害胎儿，构陷私通之事屡见不鲜，比沙场上的刀光剑影更显血腥。而我就在冷宫隔壁那墙皮斑驳、杂草丛生的小院里，搬一张破旧躺椅，坐在歪脖子树下，晒着太阳睡到大天亮。我唯一的烦恼便是御膳房的饭菜越来越敷衍，起初还有荤腥，后来连肉末星子都见不着，日日青菜豆腐，清汤寡水，淡得我舌头发麻。夜里总梦到啃着流油的烧鸡，醒来枕边常是湿的。直到那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柳云珍贵妃丢了她那只波斯进贡的纯白波斯猫雪团，整个皇宫瞬间鸡飞狗跳。雪团，你在哪儿？雪团，快出来啊！太监们提着灯笼四处搜寻，宫女们尖着嗓子呼唤雪团，此起彼伏的声音穿透力极强，硬生生把我从午睡梦乡中吵醒。谁啊？吵死了！我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鸡窝发，满脸起床气，推开那扇一推就吱呀作响，仿佛随时要散架的破院门。见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我皱了皱眉，随手折了根细枝，蹲在地上划拉着，装作眼算的模样。别找了，去御花园东南角大假山第3层石头缝里，猫在那儿睡觉呢。这不是冷宫的苏才人吗？怕不是疯了吧？哼，净说些胡话，谁信啊？我懒得理会他们的目光，打了个哈欠，转身回院门继续补觉。苏才人，开门。我揉着惺忪睡眼开门，见柳云正抱着失而复得的猫，身后宫人个个屏息凝神，他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你是怎么知道猫在那儿的？算的。第二天，他带着人冲进院子，满脸怒气。苏才人，我院里的牡丹是不是你搞的鬼？我正蹲在墙角看蚂蚁般蚱蜢，对眼前的阵仗恍若未闻。西南方向的花圃，挖3尺，底下埋了个布偶小人。来人，立刻去挖。贵妃娘娘，真挖到了！黑布包的布偶还扎着银针，写着您的生辰八字。谁干的？我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目光越过他，落在他身后那个穿碧罗裙的宫女身上。你宫里那个惯常穿碧绿罗裙、眉心画花钿的宫女。贵妃娘娘饶命，不是奴婢。把她带下去，严加审问。柳云峥带人离去后，听说当晚便揪出了朝堂宿敌的眼线，我的午饭也自此生了机。宫里也渐渐有了关于我的风声。冷宫那苏才人有点邪门啊！什么邪门？不过是江湖术士的把戏，蒙的吧？蒙一次是运气，蒙2次，贵妃娘娘岂会轻易上当？我正躺在破躺椅上晒太阳，舒服的哼哼唧唧，连眼皮都懒得抬。
苏才人，皇后娘娘派老奴前来，求您救救娘娘。苏才人，皇后娘娘的偏头风犯了，御医们束手无策，您可有法子？枕头底下。苏才人，您说什么？什么枕头底下？他常用的那方绣凤穿牡丹的软枕，底下压着块刻莲花纹样的羊脂白玉，把玉拿走，找个荷花池扔深点就好了。那块玉是先帝赏赐之物，皇后曾视若珍宝，日日枕着入眠。常嬷嬷虽满脸不屑，却也半信半疑地回了凤仪宫。次日，凤仪宫传出惊人消息，皇后竟安安稳稳睡了整夜，晨起头不疼了，整个人神清气爽。而那块玉佩也确实在她枕心夹层中被找到。自此，我那偏僻的小破院彻底成了后宫焦点。送赏赐的太监宫女络绎不绝，几乎踏破我那本就摇摇欲坠的院门。皇后赏的上好锦缎，光彩夺目；贵妃送的通透玉镯，温润喜人。就连往日对我爱搭不理的御膳房也换了模样。总管太监亲自提着食盒上门，满脸谄媚。我的小饭桌前所未有的丰盛，红烧狮子头、清蒸鲈鱼、水晶虾饺、佛跳墙一应俱全。看来这咸鱼躺平的好日子是真的要到头了。麻烦如期而至。柳云珍看我的眼神愈发不对劲，混杂着忌惮、嫉妒与赤裸裸的算计。这日，我在御花园偶遇他。苏才人如今可是宫里的大红人，连皇后娘娘都对你另眼相看呢。彼时我正低头盯着石板缝里顽强生长的狗尾巴草。贵妃娘娘过奖。是吗？那妹妹不妨也帮本宫算算，本宫何时能为皇上诞下龙子？四周瞬间死寂，路过的宫人纷纷驻足侧耳，连呼吸都放轻了。这问题刁钻恶毒，算准了是妖言惑众，算不准便是欺瞒贵妃，皆是死罪。贵妃娘娘，您要不先找太医瞧瞧身子？您身上这特制熏香里头怕是掺了麝红花粉，闻久了对子嗣怕是不利。你这是什么意思？奴婢只是随口一说，娘娘莫记。当晚，我的院门被拍得震天响，几个凶神恶煞的嬷嬷闯了进来。苏才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贵妃娘娘的香粉里下毒！跟我们走一趟。柳云峥的宫殿灯火通明，气氛凝重如冰。她歪在软榻上，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旁边跪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宫女，正是之前被我指认过眉心画着花钿的知香。苏才人，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就是他，是他指使奴婢在贵妃娘娘的香粉里加东西的。贵妃娘娘，您这是打算屈打成招？娘娘，那盒子里的香膏您用了很久了吧？你想说什么？那香膏用的是南疆进贡的美人醉花蜜，虽有养颜奇效，却偏偏与您每日必饮的雪山参茶相冲。参茶性热，花蜜性寒，寒热在体内日积月累，久积成毒。御医只奉命检查香粉，自然查不出端倪。娘娘最近是不是夜里时常盗汗？晨起心口烦闷，月事也愈发不准了。柳云峥的脸色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紫，双手死死攥紧拳头，骨节泛白，胸口剧烈起伏，嘴唇微微颤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模样，早已印证了我的话。至于知香，他不过是收了您对头500两银子，在香粉里加了些普通过敏花粉，最多让您起几个红疹，无伤大雅。真正损害您身体的，从来都是您自己最珍视的这2样东西。宫殿内陷入死寂，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柳云峥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颓然瘫倒在软榻上。都给我滚出去！次日，柳云峥称病闭门不出，那个叫芷香的宫女也无声无息地从宫里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我的午饭规格再度升级，多了一盅皇后亲自吩咐赏下的极品官宴。只是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个更大的浪头已悄然袭来，即将劈头盖脸将我淹没。8岁的二皇子在御书房读书时，突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转瞬便昏迷不醒。太医院御医尽数赶来，会诊1日1夜，却始终查不出中毒痕迹。皇上龙颜大怒，下旨彻查此事，可所有线索竟都诡异地指向了我。前几日奴才见他鬼鬼祟祟在御书房附近徘徊，还在墙角埋了东西。禁卫军立刻去了我那杂草丛生的小院，果然在墙角挖出个扎满银针的桐木小人，背后赫然刻着二皇子的生辰8字：巫蛊厌胜，谋害皇子。这可是诛9族的死罪，
我被一众侍卫一路带到了养心殿御前。养心殿里气压低得可怕，皇上端坐龙椅，面沉如水，喜怒难辨。皇后在一旁垂泪不止，而柳云峥的嘴角却漾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冰冷笑意。苏才人，你可知罪？不知。神证物证俱在，还敢狡辩？这木偶小人便是铁证。我缓缓抬眸，迎上玉座上皇帝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他亦凝望着我，眼中无半分愤怒，唯有沉沉的探究。迎上玉座上皇帝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他亦凝望着我，眼中无半分愤怒，唯有沉沉的探究。皇上，这木偶小人绝非我的，上面的生辰八字是错的。胡说！二殿下的生辰八字，宫中谁人不知？丙午年丁卯月戊辰日庚申时。我平静地报出正确八字，那木偶上刻的却是丙午年丁卯月戊辰日庚午时，一字之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大殿内响起压抑的抽泣声，皇后的哭声戛然而止。皇帝眼神骤然锐利如鹰，小太监慌忙拿起木偶凑到烛光下细看，脸色瞬间煞白。不过一个时辰之差，命格便天壤之别。真要行压胜之术害人，岂会用错八字？这栽赃的手段实在拙劣。柳云峥脸色同样惨白，仍不死心，去强词夺理。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算错，好为自己脱罪？你说见我在御书房墙角埋东西是哪一天？什么时辰？你说见我在御书房墙角埋东西是哪一天？什么时辰？是3天前，有时辰。3天前那个时辰，我在冷宫废井边帮李美人捞金簪，浣衣局张嬷嬷、禁卫军第3小队队长王虎都在场。皇上派人一问便知真假，小太监瞬间瘫软在地，汗如雨下，声音都破了音。奴才记错了，是4天前。我听罢，只云淡风轻地笑了笑。4天前，内务府赵公公带着3个小太监来给我送过冬木炭，在我小院从申时清点搬运到酉时3刻，4人皆可作证。我半步未离院子，小太监听得浑身一软，彻底瘫在地上，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养心殿内瞬间落针可闻，连呼吸声都变得极轻。苏才人，你倒是很会算，连朕的皇子生辰都记得这般清楚。我缓缓低下头，姿态恭敬，语气谦和地回话：皇上，臣妾并非刻意算计。2殿下满月时，内务府按例造册登记，臣妾恰好路过，无意中瞄了一眼。内务府按例造册登记，臣妾恰好路过，无意中瞄了一眼。没办法，就是记性好。殿内众人一时语塞，面面相觑。这理由虽离谱，却让人无从反驳。柳云峥站在原地，脸色早已彻底扭曲变形，满眼的不甘与怨毒。很快，侍卫上前将瘫软的小太监拖了下去。等待他的是什么？殿内众人心中都清楚，不言而喻。柳云峥因轻信谗言，被罚禁足思过3个月，还削减了1半的俸禄。而我被无罪释放，送回了我自己的小破院。没过多久，内侍总管就亲自来了，不仅带来了大量赏赐给我押金，顺便还传了一道皇上的口谕。苏才人，皇上口谕让您换个地方住。换哪？乾清宫偏殿。乾清宫？皇帝寝宫的偏殿？不去行不行？公公，你看我这挺好的，清静自在。我的好才人，您就别为难奴才了，这可是圣意难违啊！我的好才人，您就别为难奴才了，这可是圣意难违啊！我终究还是没拗过，被迫告别了自己的破躺椅，还有那棵陪着我的歪脖子树，搬进了金碧辉煌的乾清宫。这里处处富丽堂皇，熏香暖软，连空气中都飘着淡淡的龙涎香。可我却浑身都不自在，总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扔进了井段窝里的土拨鼠，格格不入。皇上晚上偶尔会过来，但从不踏入我的内室。他也不爱说话，就坐在外间的紫檀木大案后批阅奏折，或是在灯下看书。我在内室，要么撑着脑袋打瞌睡，要么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百无聊赖地数着夜空中飞过了几只乌鸦。这天他又来了，批完最后一本折子，他疲惫地揉了揉眉心。苏才人，你给朕算一卦。啊？算什么？算朕的江山。我心头猛地一跳，
这要命的题终究还是来了，为何要算？算国运是会折寿的。皇上英俊的嘴角不易察觉地抽了抽，他沉默了片刻，换了个话题。皇上英俊的嘴角不易察觉地抽了抽，他沉默了片刻，换了个话题。那便算朕能活多久？话音刚落，乾清宫里伺候的太监宫女们瞬间呼啦啦跪倒一片，头埋得低低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您确定真的想知道？我无奈地一摊手。挂金1200两黄金，概不赊账。先前后挂，皇上像是被一口气噎住了，就那么直直地盯着我看了半晌，忽然毫无征兆地大笑了起来，那笑声爽朗而畅快，震得殿梁上的灰尘都仿佛簌簌而下。殿内所有人都懵了，他们未见过皇上如此失态。他止住笑，眼底的复杂情绪如漩涡般翻涌。好一个苏才人，胆子是真够大的。他终究没再逼我算那些要命的东西，只是依旧让我待在偏殿。我就像一个摆设，一个能让他紧绷的神经在深夜里得到片刻放松的吉祥物。后宫的风向自此彻底变了，再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来找我的麻烦，也没人敢轻易招惹我。再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来找我的麻烦，也没人敢轻易招惹我。柳云峥解禁后收敛了所有锋芒，看我的眼神依旧复杂，却再也不敢伸出爪子。皇后对我很客气有加，时常派人送来些滋补品，其他妃嫔更是将乾清宫视为禁地，绕着道走。我一个位分低微的才人，却住在离皇帝最近的地方，成了一个有名无分的特殊存在。我不争宠不搞事，每天最大的烦恼，从今天又是青菜豆腐，变成了中午是吃红烧肉，还是糖醋排骨呢？日子像加了蜂蜜的白开水，平淡安逸，还带着一丝丝甜滋滋的味道。直到那个惊人的消息从千里之外传来，南京大旱赤地，千里流民四起，朝廷连发3道赈灾粮，却如泥牛入海，杯水车薪。青天见夜观星象，只说星宿错位，乃是天罚，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民间怨声载道，甚至有流言蜚语直指天子失德，才引来上天惩罚。朝堂之上为此吵翻了天，主战派要求出兵镇压日益增多的流民，主和派则主张加重赋税，以筹集更多赈灾款。皇上连着几天没有合眼，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之中。夜里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皇上独自站在乾清宫的殿门口，望着漆黑如墨的雨幕，他高大的背影显得无比沉重与孤寂。我正抱着一盘新出炉还冒着热气的核桃酥，坐在暖榻上，吃得正香了。苏才人，他突然叫我，声音在轰鸣的雨声中显得有些模糊。啊？你说这天灾当真是朕的过错吗？我费力地咽下满口点心，喝了口茶水顺了顺。皇上您还信那些捕风捉影的流言？他沉默不语，算是默认天灾就是天灾，跟人有什么关系？人还能管得住老天爷下不下雨不成？他转身走过来，深邃的目光穿透昏暗，精准地落在我的身上。青天监说此乃天罚之兆。他转身走过来，深邃的目光穿透昏暗，精准地落在我的身上。青天监说此乃天罚之兆。他们要是真那么会看天象，早就该算出哪天会有雨下，哪天会干旱了，还用得着等到现在来抓瞎？皇上闻言竟一时无语。那依你看，这天灾何解？解铃还须系铃人，老天爷不下雨，那自然是去找老天爷啊。我说的理所当然，仿佛在说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皇上嘴角似乎抽搐了一下。如何去找？我拍了拍手上的点心渣，走到皇上身边，与他并肩而立，一同望向外面瓢泼般的大雨。皇上，你有没有想过，南京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惹得老天爷不高兴了？此话何意？我可什么都没说，就是觉得吧，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么大一个地方，说旱就旱的，寸草不生，总得有个源头，有个由头吧。第二天，皇上秘密派出了3路心腹，快马加鞭，直奔南京。他们不为赈灾，不为安抚，只为彻查南京的山川地形。第二天，皇上秘密派出了3路心腹，快马加鞭，直奔南京。他们不为赈灾，不为安抚，只为彻查南京的山川地形，尤其是河流走向，是否有任何异常变动，是否有大型土木工程。半个月后，
800里加急密报被送到了养心殿的御案之上。皇上看着密报，久久不语，他的脸色变幻莫测，从震惊到愤怒，再到冰冷的杀意，最终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好一个惹老天爷不高兴！密报上赫然写着：南京最大的河流苍兰江上游，3年前当地豪强柳氏为了引水灌溉自家名下的万亩良田，竟私自耗费巨资筑起了一道巨大的拦河石坝，几乎截断了苍兰江近70%的水流。下游的10几个州县从此水量骤减，原本水网密布的鱼米之乡日渐干旱，今年天逢大旱，更是雪上加霜的，下游彻底断流，这才酿成了民不聊生的惨剧。而那个胆大包天的豪强，正是柳云峥娘家的一个远房表亲，他仗着贵妃的旗号，在乡里横行霸道，无人敢管。而那个胆大包天的豪强，正是柳云峥娘家的一个远房表亲，他仗着贵妃的旗号，在乡里横行霸道，无人敢管。圣旨下达，快如雷霆，那道截断了生机的石坝，被工兵用火药强行炸毁，苍兰江水一泻千里，奔腾而下。柳氏豪强满门抄家，下狱秋后问斩。柳云峥受其牵连，封号被降为嫔，禁足1年。柳家在朝中的势力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清洗。1个月后，南境普降甘霖，旱情得到了缓解，流民陆续归乡，一场足以动摇国本的大祸就此消弭于无形。皇上在乾清宫设了小宴，依旧只有我和他2个人，菜很精致，他亲自给我夹了一块芙蓉鸡片。苏残忍，这一次你立下了不世之功，说吧，想要什么赏赐？我放下筷子，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能把偏殿那张名贵奢华的紫檀木大床换成我原来在小破院里睡的那个硬板床吗？那床太软了，我睡不习惯，腰疼。苏残忍，你真是……真是什么？真是个奇葩。真是什么？真是个奇葩。我咧嘴一笑，谢皇上夸奖，日子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我依旧住在乾清宫偏殿，并且成功的睡上了内务府连夜赶制出来的符合人体工学的特制硬板床。御膳房更是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生怕我这位活神仙一个不高兴，算出他们偷吃了宫里的贡品。只是皇上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有时像在看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题，有时又带着点无可奈何的纵容与微笑。秋猎时节，皇家围场，旌旗招展，骏马嘶鸣。皇上今日兴致很高，换上一身劲装，一马当先，冲入了猎场的深处。突然一阵急促的令人心惊的马蹄声由远及近，皇上遇险了！全场哗然，群臣一片慌乱，禁卫军统领立刻点兵，准备冲进猎场救援。整个场面乱成了一锅粥。猎场深处，皇上手持长弓，正与一头体型硕大、明显被激怒的吊睛白额猛虎对峙。猎场深处，皇上手持长弓，正与一头体型硕大、明显被激怒的吊睛白额猛虎对峙。我则缩在看台的角落里，裹着厚厚的披风，对这种打打杀杀的血腥活动毫无兴趣，正抱着个暖手炉昏昏欲睡了。我被人群的惊呼声吵醒。残忍！皇上在猎场深处遇险了，好像是大虫。大虫？老虎？我心里咯噔一下，睡意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下意识的，我的手指在宽大的袖袍里飞快地掐算起来，指节飞快的几乎出现了残影。皇上握紧了手中的弓，眼神锐利如刀，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皇上别动！所有人都是一愣，连那头蓄势待发的猛虎也出现了一瞬间的停顿。我独自一人穿过了混乱的侍卫群，跑到了最前面。苏残忍危险！皇上也又惊又怒。苏残忍胡闹，快退后！我却像什么都没听见，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头猛虎，又用余光飞快地扫了一眼皇上和我周围的地形，我袖子里的手指掐算得更快了。训为公目克土，不对，现在是申时，静望克目。我嘴里念念有词，神情专注。猛虎彻底失去耐心，作势欲扑的瞬间，我动了，不是后退，而是猛地向前冲了2步。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我把自己手里那把干草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朝着猛虎侧面用力扔了过去。干草和枯枝在空中散开，飘飘扬扬，有几根甚至落到了老虎的头上。猛虎被这毫无杀伤力的攻击彻底弄懵了，巨大的头颅甩了甩，低吼一声，他放弃了眼前的皇帝，带着一股腥风朝着我猛扑过来。皇上目眦欲裂，拉箭上弦就要射出。就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
一变陡升，猛虎扑到半空的身体突然毫无预兆地向下一沉，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巨力狠狠地从空中拽了一把，尘土飞扬，地面塌陷，露出了一个黑黢黢的巨大深坑。一声闷响，他那庞大的身躯竟然直接陷进了我刚才扔干草的那个土坡里。坑底传来了猛虎愤怒又带着一丝惊恐的咆哮和挣扎声，还有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可闻。坑底传来了猛虎愤怒又带着一丝惊恐的咆哮和挣扎声，还有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可闻。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看着那个突然出现的大坑，看着坑里挣扎的猛虎，又看看站在坑边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的我。现场一片死寂，只有坑底老虎不甘的咆哮在林间回荡。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是废弃的一个大型陷阱，专门用来捕猎熊虎之类的大型猛兽。年深日久，陷阱早已被厚厚的落叶和浮土覆盖，表面只长了些低矮的灌木，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土坡。我扔的那把干草枯枝纯粹是算准了方位和时机，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给那头老虎指了一条明路。尘埃落定，皇上被侍卫们护着走到了坑边，他看着坑底那只摔断了腿已经奄奄一息的老虎，又看看灰头土脸惊魂未定的我，眼神复杂的难以形容。苏残忍，你扔的那把草……我挠了挠头，心虚的解释，我算着那里好像有个坑，就想着试试看。皇上沉默了半晌，最终只从牙缝里挤出了2个字：回宫。皇上沉默了半晌，最终只从牙缝里挤出了2个字：回宫。围场惊魂之后，乾清宫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皇上看我的眼神添了几分深沉的探究，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难以言喻的忌惮。他不再让我住在偏殿，而是赐了一座独立的宫院，金笔题名为静安居。这宫院离我的寝宫不远不近的，规格之高远超一个才人应有的分力，赏赐如同流水一般的送了进来，绫罗绸缎珠宝珍玩堆满了整个库房，但我却被变相的隔离了。除了每日按时送东西的太监，很少再有人能见到我。我对此也乐得清闲，每天就在静安区那个宽敞的大院子里晒晒太阳，嗑嗑瓜子，研究一下御膳房今天又给我推出了什么新点心。偶尔还会怀念起乾清宫偏殿那张睡起来特别舒服的硬板床。再次见到皇上是在3个月之后，静安居的腊梅开得正好，皇上独自一人踏雪而来，没有带任何随从。我正坐在廊下抱着个暖炉，看雪落满庭院，托皇上的福，日子过得很惬意。皇上在我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沉默地陪我看了一会儿雪。皇上在我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沉默地陪我看了一会儿雪。苏残忍，朕想了很久。想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转过头，认真地看着他，那双睡眼惺忪的眸子，此刻却清澈见底。我想要的一直都很简单。是什么？活着，吃饱，睡好。我掰着手指一个一个地数，最好还没有人来打扰。他看着我，眼神很深，仿佛要看见我的灵魂深处。就这么简单吗？是的，就这么简单。你可知你这一身的本事，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皇上，算命这玩意儿其实就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救人，用得不好就会害人害己。我胆子小，怕折寿更怕麻烦，就想安安稳稳的当条咸鱼，晒晒太阳，偶尔翻翻个身，就心满意足了。他沉默了，看着庭院里那一片洁白无瑕的雪，久久不语。开春之后，一道册封圣旨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震惊了整个后宫。开春之后，一道册封圣旨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震惊了整个后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才人苏轼，性行温良，淑德含章，静容婉柔，有母仪天下之风，兹特册封为皇后，入住中宫，钦此。我直挺挺地跪在地上，整个人都懵了。皇后，那个传说中要母仪天下，统领6宫，每天从睁眼忙到闭眼，比生产队的驴还累的职位。娘娘，接旨啊！我回过神，看着那卷明黄的圣旨，感觉像在看一个滚烫的山芋。这旨意能抗吗？宣旨太监的腿一软，当场给我跪下。我的好娘娘，您可慎言啊！